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利用框架来突出主题。我们先来看这一张照片，这张照片是网友发过来的照片，让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。这张照片我们第一眼看上去不知道画面重点在哪里，仔细观察才找到画面中有一只小鸟，这就说明照片主体不够突出。这张照片有哪些不足？我们做一下简单的分析。首先，这张照片的整体曝光不足，我们的台湾朋友好像管曝光叫曝光，总之都是一个意思。整体画面昏暗，说明拍摄者对正确曝光认识不够。其实我们也有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把我们的相机调到自动档，使用这种方法在一般的情况下曝光还算准确的。第二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画面非常的凌乱，树枝一根接一根，我们看这里，正因为树枝的凌乱，造成了观看者需要仔细分辨才能找到画面的主体。像这样的照片，我们可以把镜头拉近一些，这样主体的位置是不是就会更突出了呢？这张照片画面之所以凌乱，主要还是拍摄者的角度有问题。我们可以发现小鸟的头部基本上是黑色，再和背后暗淡的树枝交织在一起，造成了主体位置不够明显。我们试想一下，如果我们在白纸上写黄字，你能看得清楚吗？而我们在白纸上写黑字就一目了然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像这样的拍摄，我们要尝试多换角度，多考虑背景的因素，对画面的构图要做重新的调整。对于小鸟的拍摄，实际上是很费功夫的，因为小鸟不会一动不动的等你来拍摄，所以拍小鸟要有足够的耐心。那么我们能不能拍出一张非常精彩的小鸟照片呢？我们可以利用框架将主体框住，可以让观众者的视线聚焦在框内的主体上。这张照片在我们的过去讲解中曾经提到过，作者利用树枝搭成了一个自然的框架，把小鸟框在画面的中心位置。通过这种拍摄方式，就能有效地把观看者的注意力吸引到画面中的主体位置。我们同样再来看一张小鸟的照片，在花朵的包围下，主体的位置突出，背景非常的干净，来衬托主体。在花朵的包围下，整体色彩非常的漂亮。我们说摄影本身是一种框起来的学问，任何事物只要透过框架，感觉就大不一样了。因为我们在现实场景当中只是框取一个局部，它们是以框架的方式选出来的，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独立画面。这张照片是拍摄者通过汽车的挡风玻璃将主体框选在车框之中，我们的目光会自然地转向主体位置。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可以采用这种画中画的方式，利用虚框架来引导视觉，让观赏者的视线透过这种特殊的框架再看主体。我们再来看下一幅照片，这是一张小猫的照片，小猫蹲坐在门口，我们可以看到框架能支撑起整个画面，令画面更加的突出，更有生机。这张照片是拍摄者利用手中的镜子作为框选对象，把人物的头像纳入其中，营造出一种画中有画的效果。这是一张看似非常简单的照片，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中央位置有一个小孔，从里头钻出一只小绿苗，这也是一种框选，这样能使主体更加的突出，体现出小苗顽强的生命力。同时我们也能感觉到拍摄者对周边事物的观察细致入微，所以我们说拍摄者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，这点很重要。这是一张建筑物的照片，弯曲的玻璃窗把对面的建筑物影像反射过来，
同时，拍摄者通过局部构图强调了建筑物的曲线，玻璃窗成了框选区域，呈现出一幅看似抽象的画面。我们再来看2张利用光线作为框架的照片。这幅在山洞里所拍摄的照片，拍摄者利用上面的岩石与下方的阴影，框选出中间较亮的区域，让我们的目光能够更加集中地欣赏形态各异的岩石。下边这张照片同样利用街灯的光束，将人物框选在光束之中，让我们的目光马上就移动到画面的主体位置。我们仔细看，人物还牵着一只小狗，使整个画面充满了生活情趣。这是一张趣味性很强的照片，小猫目不转睛地看着前面的小老鼠，拍摄者通过洞口的轮廓框选出小猫的头部，突出了猫的神态。我们看前景中的小老鼠好像没有发现自己的危险。从画面中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产生出不同的联想。这张照片告诉我们，后景的框架与前景的主体要相互关联，这样看起来整张像的主题才会一致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利用框架的方式来拍摄主体，将观众的视线引导到框架中来，突出主体的作用。框架式的虚化前景给画面增添气氛，用周围环境中的景物将主体围到中间。虚化式框架前景既能突出主体，又能渲染气氛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所分享的内容。我是老李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